您我这般亲事，有名无实。从今日起，我绝不会踏进这房间半步。哎，你都是骗人的啊！骗钱也不打听下好你。您妇道人家怎能如此泼辣？ 大喜的日子喝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赶快过来行礼。写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刘子书，主家，莫要动气。这子书一向斯文守礼，今日被迫娶亲，有点脾气也是正常啊。就是，还不快防军过来！我去。 跪下！望镜斩拜。夫妇一体，制服恒昌。 刘家郎君还没来吗？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娘子分明是正妻，却不能入郎君的正房，只给安排在这偏僻的小院子里，不就是瞧不起我们是商贾出身吗？主家经营着10几家药材商铺，娘子自幼便是堆金叠玉的，哪里受过这么大委屈？都快子时了，我找刘郎君去。郎君。 我告诉你，何一芳，若非是父亲要靠这份嫁妆来解燃眉之急，你绝无机会攀附上我们刘宅。郎君，走开！我们刘家3代簪缨，4马高门。我刘畅就算娶不到我心爱之人，也该配一个官家贵女，金枝玉叶。如今被迫接受你这商贾之女。 是我此生所受最大耻辱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您我这般亲事，有名无实。从今日起，我绝不会踏进这房间半步。洞房花烛夜。 刘畅他怎能如此无礼，对娘子口出恶言，肆意辱骂，这哪里像个官家郎君？娘子，娘子，你不要太过伤心。不管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，玉露都陪在你身边。娘子，刘畅走了吗？ 走了，这会儿应该都已经离开院子了。终于走了，再不走的话，我胳膊都要举僵了。他没伤到你吧？我就知道娘子不会为了这等无礼之人伤心的。伤心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不乐意娶我，难道我就乐意嫁给他吗？这个刘子书明明比我年长几岁，可是性情呢却如此执着。 我俩皆是迫不得已成婚，我还没说什么，他倒是先委屈上了。乖玉露，不哭了。嗯。如今母亲服了刘家的功药，气色已经大为好转，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？ 玉露，帮我拿着。娘子，你做什么去？快下雨了，可不能淋到我的花。娘子，我来帮你。来，玉露，快帮我一起。抬起来，走。放在这边。
斋待我们如此轻慢，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云文宇的琼台玉露，叶天更加催里脱俗了。这玉佩水头不错呀，一个下人佩戴如此贵重之物，不妥当吧？母亲，此玉不是什么稀罕物，牡丹只是看着它与玉露相配，便在玉露生产时作为礼物赠与她戴着。你何家是药材大户，自是看不上这些东西。但一个下人披金戴玉，若是叫外人看了去，还以为我刘宅挥金如土，治下不严。摘了吧。主夫人说的是，玉露回去便将此物取下。我也是为了玉露着想，太过招摇，难免会被人嚼舌根。这玉佩，我先代为保管。他日玉露出嫁，自会放入嫁妆中。多谢母亲挂怀。你能明白为母的苦心便好。近日你与子舒相处的如何？他还是不进你的院子吗？是。妻以夫为纲，你若是无法讨得子舒的欢心，便是失了德，懂吗？是我性子木讷无趣，令夫君不喜，还望母亲责罚。母亲不是要罚你，是要给你出主意。省事在即，子舒虽已是相共进士，但是满腹经纶之人，若拿不出钱帛上下疏通，也难以顺利高中。你作为他的夫人，理应为他打点一二。以夫君的性情，恐怕不会同意拿钱帛打点官场的。子舒一心向学，自是不懂这些人情世故。牡丹，你出身商贾，与子舒差距甚大，也只能从钱帛上出一些力。母亲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拉近你二人的夫妻情谊，懂吗？牡丹明白了。子舒来了，母亲，快来坐下。是。子舒近来可是瘦了些，准备科考固然重要，但是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呀。儿子明白，多谢母亲关怀。行了，先吃饭。说起科考，牡丹每次去浮云观都会为你祈福高中，你也应该谢谢她。科考靠的是真才实学，何须求神拜佛？他是觉得我没有才华，只能依靠鬼神保佑吗？牡丹并无此意。你别这么说，牡丹也是为了你的仕途着想。提及仕途，牡丹倒是有一些想法，说与你夫君听听。是。夫君日后步入官场，少不了上下打点，结交权贵。牡丹清点了一些钱帛，方便夫君日后。我刘畅苦读数才，志在鸿鹄，他日金榜题名是要靠自己的才干为朝廷效力。
不要用你商贾之家的狭隘之心，脏了我的仕进之路。这孩子怎么还动气了呢？牡丹也是为你考虑。他究竟是为了我考虑，还是觉得我根本无法凭借自己的才华青云直上，只能仰仗这些旁门左道的？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你不愿意就算了啊。母亲好好劝劝牡丹便是。先吃饭吧，啊。儿子先行告退。哎，你也是，说话直愣愣的，你就不能说两句软话哄一哄啊？您刚刚已经看到了，夫君心意已决，想必多劝也是无用的。你久居深闺，不懂得这官场的弯弯绕绕。子叔他为人清正刚直，不愿亲自送礼逢迎，笼络人心。但是我们为了他的仕途，必须提前为他打算。可是夫君刚刚已经拒绝了。那又如何？若怕他不悦，咱瞒着他便是了。牡丹，我和你父亲都会承你这份情的，啊！好孩子，你安心去筹钱，这月的请安都免了。多谢母亲。今日你要去浮云观祈福，不可穿得如此招摇。是。记得吃斋饭，莫要沾荤腥。心若不成，祈福就不灵了。是。气死我了！明明是刘夫人想花钱疏通关系，却偏要靠娘子的嘴说出来。他们二人母慈子孝，坏人都让娘子来做，还不让穿新衣，不让吃荤腥，衣食住行全受他们摆弄。这宅中的下人都过得比娘子舒坦。瞧你，小脸都气红了，跟我说3遍，不生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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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能不生气？1年前分明是刘主家官场亏空，想把咱们何家当做摇钱树，提出联姻。可他们呢，一面向娘子伸手要钱，一面又处处挑刺。那刘畅更是5次3番来羞辱娘子。还有这女戒，还让咱们挂出来，想规训娘子，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。当初我母亲病重，唯有刘家的御次子洗碗，才能得到一线生机。而那时，无论对方提何等要求，我都会同意的。可那公药只是徒有虚名，夫人还不是没过多久。世事难料，怪不得别人。这刘斋就是个火坑，夫人没救成，还把娘子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。玉露，刘家遵守了诺言，拿出了供药，我们又怎能背信弃义呢？放心吧，我没那么脆弱，不过是冷遇跟白眼，我受得起的。好了，出发吧，快去。少夫人切记，贵族5个时辰，诚心祈福，焚香敬祷，有时未到，不可起身。辰时已到，可以开始了。降服会在殿外守候，请少夫人放心。
神仙在上，牡丹又前来叨扰，愿诚心可以感动上苍，保佑母亲泉下安息，不再受病痛之苦。娘子，相夫睡着了，可以放松一下了。没事吧？快快快，起来！扶我一下，来，慢点。玉露，帮我看着点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累坏了吧？喝点水。多谢林叔。慢点喝，慢点喝，不着急。来，吃点枣。我今日啊，真是累坏了，还好能到您这里喝完水歇息一下。来观中祈福的官人和女眷当中，只有你的夫家要求是极为苛刻的。这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也不让你吃喝，这不是折磨人吗？这刘家主家呀，对江湖术士是言听计从，非说让我跪满5个时辰，否则呢，就无法替刘宅求得庇护。娘子嫁入刘宅啊，确实是受苦了。以前在何家，在自己的铺子里，人人都会呵护你。现今呢，你是一天比一天憔悴了。何店主若是知道，肯定会万分痛心的。如今父亲的铺子又关了一间，也是心烦意乱了。牡丹不想再让他担忧了。不说这些了，这是给九儿的药钱，您收着。哎呦，不可！您拿着。我不能再收娘子的钱了。这大半年受娘子照顾，九儿的病已经好了1大半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呢。大病初愈，真该养好身子，何况最后几副药更不能耽误。林叔，您是父亲的老伙计了，若不是何家这些年生意不好，铺子关了一间又一间，您也不至于失去生计，跑到观中来做工。这点帮助是应该的。拿着，算我给九儿的，拿着。我替小女，谢谢娘子了。不必客气。哎呦，怎么了，林叔？哎呀，您这是闪着腰了？老毛病犯了，不打紧。这花盆要送到哪儿去啊？我帮您送吧。不可，这花是要送到南边的祖天师殿，距离可不近呐。别忘了，我从小跟着母亲养牡丹，整日搬运这花盆和花肥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再说了，马上就要日落了，我得赶回那主殿去，顺手的事儿。哎呦，我走了，林叔。哎，谢谢娘子。快歇着吧。我以为神仙都是慈眉善目的，没想到祖天师如此威严，
怪不得是专斩小人的。那刘斋小人之家整日欺辱于我，还非要逼我给刘畅祈福。既如此，我向您许愿好了。愿我那夫君如厕无愁，梳头掉发，纳妾红杏出墙，科考押题不中。玉露说的没错，这刘家呀就是个火坑。当年母亲病重，父亲低三下四的去求供药，我们有钱，他们有药，本来一桩生意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可谁知这刘家主家听信江湖术士之言，非说我的八字能够旺他们刘家，偏偏让我嫁过去才给供药。他们还把我当成摇钱树，要我们家铺子每年的收益都要分他们50%，害得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们还偷偷挪用我的嫁妆，没收玉露的玉佩，简直就是诛求无厌，恬不知耻。谁？吾乃祖天师下凡，被信女的真心打动，特来帮你渡过难关。哦，既然这样，祖天师打算如何帮我呢？大胆狂徒，竟然敢在天师殿里面装神弄鬼！不信是吧？本天师掐指一算，你便是那刘宅的儿媳，你的阿公是东都留守判官刘申。是这样啊。这祖天师龙翔虎视，威武不凡。你这副样子，当真是天师？怎可以貌取人？本天师显灵呀，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。只要绢帛100匹，便能让你得偿所愿，驱散小人。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打你个骗人的啊！这钱也不打成上行情，雇个杀手不过80匹而已，你还要我钱？全洛阳县城的高官只有一个，人人皆知，还用你掐指算？哎，轻点，轻点！你妇道人家怎能如此泼辣？鬼祟之人竟然还说我泼辣！走，带你去见官。哎，堂堂天师怎可随意离开大殿？再者说了，现也是日入时分，说不定啊，官府根本无人值守。今日算你走运。子书睽违日久，全念音书。今朝执笔，一喜一忧。喜之无夫世事，终得自有身；忧之一别数载，不知君心今何在。相思尤甚，书不尽矣。幸不日吾将至洛阳散心，近盼重逢。
3年了，没想到你我2人还能再相见。有真，不知如今你是何模样了？娘子，擦药了。好，来，又肿了一片。主家夫人实在狠心，跪这么久，连垫子都不许用。不打紧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祖天师殿送花的时候，趁机许了愿。我祝刘畅如厕无愁，梳头掉发。也不知道祖天师能不能显灵。这刘畅确实讨厌得很，娘子被夫人逼着给他筹钱，他非但不感谢你，还骂你。他要是真清高，就把咱们何家帮主家打点的钱帛都吐出来啊！讨厌刘畅，刘畅讨厌。甩甩说的没错，刘畅讨厌，甩甩最可爱了。夫人要背着刘畅打点，他若晓得了，恐怕还会迁怒娘子。何不干脆将此事原委告诉他？告诉他又如何呀？我毕竟是个外人，他们呢母子连心，难不成还让他们2人为我打一架啊？可是娘子两边受气，太委屈了。娘子自小活泼聪慧，未出阁时帮主家打理账目井井有条。自从嫁入这刘宅，整日困在这小院中，每每见到刘家人，都只能忍辱含羞。我这跪了1天了，腿都僵了，活动活动。来，一路，接着。被遗忘在这小院子里，没什么不好的呀，无人打扰，清静得很。每日更是有你，有这些花，还有甩甩的相伴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便撂撂石锁，细细不打，这日子也不算是煎熬。至于刘畅嘛，我虽然讨厌他，可是我也能理解他为何这般对我。理解？他有什么好理解的？分明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假君子。刘畅这个人呀，苦读多年，为的就是科举高中，光耀门楣。由此可见，也算是个上进之人。娘子每次都这样说，可他若真的这般好，娘子不早就倾心于他了。倾心？倾心是不可能的，该夸的要夸，该骂的要骂。刘畅这个人太过于痛恨这场交易婚姻了。明明是刘氏的荣辱令他屈膝，是门第之见拆散他跟县主，可是他呢，想不通这些，把所有的怒怨跟不甘都撒在我的身上。可见此人啊，心性偏激消沉，不堪多负终生。所以，我们各过各的，相安无事，甚好。还是娘子想得通透。那以后这漫漫岁月，我们就一起养花、逗鸟、饮茶作乐。饮茶都没去啊？去，把我的葡萄酒取来。是。甩甩，明日无事，咱们一醉方休。好。